女孩明明是秘书，却不得不当起了保姆。她没有穿诱人的黑丝和高跟鞋，反而每天都是简单的针织衫，还穿着旧旧的很丑的奶奶鞋。她的包里连一件化妆品都没有，只能装下总裁的剃须刀和袜子，还有一些日常必需品。贫穷的智秀坚信，只有把服务做到极致，她才能保住这份高薪的秘书工作。可总裁的秘书职位每年都要换人，尽管他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总裁，贤俊还是处处挑剔。可怜的智秀只能低头90度道歉。接着贤俊突然凑上自己的嘴，智秀被吓得目瞪口呆，总裁的嘴不停动着，女人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掏出唇膏，然后小心翼翼地涂在贤俊嘴上，担心贤俊换鞋时会摔倒。智秀竟用头帮他稳住身体，本以为这样就能保住工作，没想到合同快到期时，智秀没想到正好在他开门的那一刻碰到了刚回来的贤俊。贤俊眼前一片模糊，等他反应过来，他被吓得赶紧去了医院。为了确保安全，他急匆匆地坐出租车去医院。经过多次全身检查，医生告诉他只是表面的伤，但贤俊还是很不放心，因为他10年前头部做过手术，当时医生嘱咐他避免剧烈运动。现在贤俊生活得像个婴儿，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10年来从未奔跑。医生听后感到无奈，失望地摇头，用泡椒凤爪轻触贤俊的额头，离开前还提醒他多喝热水。这时贤俊的智商低得可怜，像珠穆朗玛峰的空气一样稀薄。智秀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因为意外伤到贤俊，他未能续签秘书合同。失落的智秀找来好闺蜜借酒消愁。听了智秀的遭遇，胖妹气得直跳脚。她虽然站都站不稳，但仍然激动地大骂贤俊，把贤俊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吹牛大家都会，旁边的女人更是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对好闺蜜的感情。她迫不及待想让贤俊尝试孟加拉的特色洗脸服务。面对这样深情厚谊的闺蜜，智秀直接干了一瓶雷碧。原本怒气冲天的众人决定直接去找贤俊算账，但实际上他们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个接一个找借口不去了。面对这种塑料闺蜜的背叛，智秀气得差点原地爆炸。她发誓要把贤俊大卸8块。她万万没想到，当她去找贤俊时，却发现有人已经抢先一步想要杀了她。男人去画展见母亲，却见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男人差点当场逃跑，他以为是因为昨晚没睡好才看到幻觉，但当他看向周围人时，再次被众人帅气的外表迷住。同时贤俊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他误将远处的女人当成了母亲。慌乱的贤俊直接逃离了画展。随后他找到了自己的主治医生，并非常诚恳地希望医生能救救他。医生听了，心疼的发际线都后移了2厘米。作为总裁的他分秒必争，不容稍等。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眼前的一片模糊中，唯独能清楚看到智秀的脸，而这个女人就是前2天被贤俊解雇的跑腿秘书。原来贤俊小时候经历过头部手术，偏偏昨晚遭遇了背叛者的攻击，被解雇的智秀恰好来找他理论，正巧目睹了这一惊险场景。接着贤俊腿一软，从数米高的楼上掉了下来，恰巧直接撞到了自己的后脑，因此手术后他也出现了一些后遗症。他似乎对解雇智秀感到非常后悔，因为对他而言，智秀现在是生命中的唯一亮光。但身处高位的贤俊并没有及时挽留这个对他极其重要的女人。被解雇的智秀恢复了平常的生活，他开心地逛集市，不再需要为总裁四处奔波。智秀没想到原本去看音乐演出，却在这里偶遇了贤俊。智秀还是习惯性的对他点头哈腰，但想到自己已经不是员工，他立刻感到无比尴尬。因为害怕模糊的视线，贤俊竟然包下了整个演出厅。显然贤俊来这里的目的不言而喻，但此时的他却犹豫不决，不好意思开口。看着那一丝光芒即将消失，贤俊急忙抓住了智秀。秘书转正的第1天，却被总裁悄悄地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拉上了窗帘。总裁还投来了不怀好意的眼神，秘书当场被吓得目瞪口呆。贤俊迫不及待地拆开了自己的快递，蒙圈的智秀还是一脸茫然。他没想到老板这么不正经，竟然要求他穿上他的西装，还要他戴上他的领带。更过分的是，他还要求智秀穿上他暖和的皮鞋。出门前还叮嘱智秀换好 cos 后通知他。贤俊没想到，当他再次看到换好衣服的智秀时，他竟然感到心动。但下一秒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智秀的面容逐渐被马赛克吞噬。奇怪的是，贤俊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显得非常失望。自从贤俊从楼上跌落并撞到头部后，他就开始面临面部识别的障碍。在整个世界都变成马赛克的时候，只有智秀是他的导航灯，这是贤俊唯一能清楚看见的。智秀也变成了马赛克，这是因为贤俊的主治医生的一番话。医生猜测贤俊的面部识别问题可能与他非常熟悉某人的外观或者身上的味道有关，因此贤俊为了验证医生的说法，才有了之前他与智秀交换衣服的情节。事实证明，改变衣着的智秀也变得面目全非。然而贤俊不仅无法识别人脸，连照片都认不出。自从他的母亲亲眼见到，
儿子抱着别的女人，还因此被误认为流氓并受到惩罚后，母亲给了贤俊一张照片，让他去相亲。贤俊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智秀，并让他联系照片中的相亲对象。智秀一看照片就惊呆了，照片中的女人竟是他的前上司罗尼。因为罗尼喜欢在办公室单独开会，这让传统的智秀无法接受，而选择辞职。不料智秀与罗尼见面后，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相亲的地点，罗尼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贤俊公司的理事打来的，他要为罗尼介绍认识本部的部长。碰巧的是齐大洲是2部门的部长，而贤俊是1部门的部长，这样罗尼把相亲对象误认为是齐大洲。他还去了理事指定的公主酒店，而贤俊约定的是王国酒店。这时贤俊头上的青草格外茂盛，智秀完全没想到，在见过罗尼之后，她被好闺蜜拉去做了头发，还被强行换了一套衣服。当智秀接到罗尼的电话时，她立刻意识到相亲搞砸了，于是她急忙赶到贤俊的王国酒店。同时贤俊也看到马赛克向自己走来，贤俊彬彬有礼地向他打招呼，然后主动为他拉开椅子。智秀感到非常受宠若惊，因为他以前总是服侍总裁，此刻他多希望自己不再是那个普通的灰姑娘，他也很想坐下来尝试一下高级料理的味道。灰姑娘假扮成富家千金去相亲，没想到在尝试澳洲暴龙的瞬间，被这种高级食材彻底征服。看到她笑得合不拢嘴，总裁以为她不喜欢食物，于是礼貌地询问她。智秀这辈子都没吃过暴龙，激动得差点把美味夸上天，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扮演富家千金。不仅如此，当贤俊到82年的雷碧给智秀时，她被这种富豪的生活方式震惊。为了更像富家千金，智秀故意把调料弄到手上，她说这通常都是佣人帮她做的。话音刚落，总裁立刻绅士地帮她擦拭。这时智秀的心跳加速，她没想到在沾好牛排后放入口中，她没有因牛排的味道露出惊讶表情，而是奇怪地站起来，对着贤俊的背部猛拍一巴掌，还徒手接住了总裁嘴里吐出的食物，甚至担心地递上毛巾，完全忘记了手里还捏着沾有口水的牛排。这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暴露了智秀的真实身份，原来智秀是他的秘书。而贤俊之所以误将她当作富家千金，是因为他患有脸盲症，他也不知道眼前相亲对象的样子。贤俊原本把相亲任务交给了秘书，但中间出现了意外，导致真正的相亲对象没有到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智秀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来赴约。等智秀清理完手上的食物残渣，贤俊突然问他为什么。知道自己对花生酱过敏，智秀只是作为他的秘书，提前告诉了自己，敷衍了过去。他原本以为这次相亲能完美结束，临走前贤俊突然提出要帮他准备车辆，还特意询问了他的车牌号码。智秀吓得说话都不成句子了，他解释说因为预计会喝酒，所以没开车来，还补充说自己最近在减肥，想要走路回家。他本以为总裁会就此放过他，没想到贤俊坚持要陪他一起走路回家。智秀气得几乎要爆炸，这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恰巧这时候天开始下雨，智秀下意识地从包包里拿出雨伞，贤俊也绅士地脱下了自己的上衣。以前下雨天他总是被淋得像落汤鸡，而现在总裁竟然主动向他靠近。面对贤俊这样的贴心举动，智秀感动之余，对贤俊的感觉似乎也开始变了。虽然贤俊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但他对这次相亲的对象越来越感兴趣。这时候贤俊突然感到胃部不适，智秀立刻抓住了他的手，在他的穴位上连续揉捏。霸道总裁爱上了冒充富家千金的灰姑娘，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灰姑娘其实就是他的秘书。这是因为他患有脸盲症，连自己的面貌都无法辨认。看到秘书的反常和心虚，他感到非常不解，因为太想念那位富家千金，他只好靠近对方，用留给自己的雨伞勉强度日。因此贤俊向秘书提出要求获取富家千金的电话号码。然而一个谎言需要更多谎言来源，无奈之下，智秀只好给了贤俊自己的私人号码。没想到总裁马上就打了过来，他本想发信息告诉贤俊自己在开会，结果却不小心接通了电话。他赶紧清了清嗓子。智秀本以为只是简单的问候，但贤俊却以雨伞为借口想见他。智秀气得差点咬碎了牙。没想到贤俊又看到了智秀鬼鬼祟祟的样子，他一边约定见面地点，一边走向智秀。智秀吓得肥肠都快断了。贤俊听到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智秀带着讽刺急忙挂断了电话。他穿着闪亮的高跟鞋，打扮得像个富家女那样去见贤俊，但贤俊没有带来约定的雨伞，他坦言本就没打算归还，还以为账为借口推脱。智秀气愤地转身离开，贤俊急忙跟在后面解释。这时一辆车快速地从智秀旁边驶过，贤俊伸出长长的胳膊，将他紧紧拉入自己炽热的怀抱，两人的血液似乎都在沸腾。智秀却因为自己复杂的私生活让贤俊死心，他说谁都有机会，只有贤俊不行。智秀没想到，一通电话后他突然深深爱上了贤俊。同时贤俊被告知他打了司机，上了热搜。作为总裁，他身边的人都心怀鬼胎。司机借修灯泡之名潜入了办公室，
还偷走了抽屉里的神秘 U 盘，正巧被贤俊抓个正着。因为曾被蒙面人袭击，他误以为司机就是那人，差点让司机当场丧命。智秀听说贤俊出事，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帖，他决定以富家女的身份主动帮助贤俊，于是两人前往发帖者的家，想让对方删除视频，但家里没人，他们只能在门外苦等。智秀询问贤俊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秘书处理这事，贤俊解释已经这么晚了，而且他已经答应给秘书放半天假。听后，智秀差点感动的流泪。外面的风越刮越冷，看着智秀快被冻僵，贤俊立刻掀开自己热乎的衣服，迅速把智秀的手放进自己的腋下取暖。霸道总裁爱上了假扮富家女的灰姑娘，他却不知道这个灰姑娘其实就是自己的秘书，因为她患有脸盲症，连自己的脸都认不清。在感情深处的贤俊只能通过秘书询问富家千金的长相，实际上智秀在描述自己，而她所冒充的真正富家千金实际是个大美人，她每天有佣人伺候，她的衣帽间里全是名牌。智秀刚描述完长相，贤俊就靠在沙发上开始打瞌睡。原本想叫醒贤俊让他去房间睡，没想到他突然醒来，还把智秀的头捧在手里，用充满深情的眼神看着他，还不停夸她长得漂亮。这时羞涩的智秀一脸困惑，他急忙询问贤俊，即使他很穷且父母双亡，迷糊的贤俊还是坚定的点头表示肯定。谁知贤俊突然清醒，当时的智秀已准备好成为总裁夫人，但现实却是一击重击。接着贤俊向智秀道歉，他说他以为她是富家千金，才对她做出了冒失的行为，但事实总会水落石出。尽管智秀对贤俊说了谎，真正的富家千金却出现在贤俊的澄清会议上，因为昨晚司机被打的画面上了头条。无奈之下，贤俊只能通过媒体来公开澄清。面对罗尼的突然出现，智秀紧张的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就在贤俊准备讲话时，他的脸盲症突然发作，模糊的脸逐渐变清晰，直到能看清所有人。就在那时，贤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但他并不认识罗尼，也不知道那女人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家千金。那女人也不知道他的相亲对象是贤俊。奇怪的是，他还没反应过来，眼前的一切又变模糊，只有智秀的脸还能看清。随后贤俊向股东解释那晚与司机的误会，谁知智秀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贤俊。智秀严正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皇帝犯法与百姓同罪是同一个道理，他没有和贤俊站在同一阵线，反而选择了背道而驰。原来他们私下已经商量好了对策，只有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才能扭转局势。单纯解释并为自己塑造形象，无法改变他人的看法。当浑浊成为常态时，清白就变成了罪行。贤俊随后把理事们的过去放在投影上展示，这个理事和保安停车时发生冲突，那个理事醉酒后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理事们看到贤俊揭露他们不良行为的视频后，气得发际线都后移了2厘米。之后他们一起来到海边，因为在澄清会上智秀对自己帮助很大，贤俊于是递给智秀一份新合同，合同上写着100万年薪和丰厚的年终福利。他还向智秀透露了上一任秘书的事，他说自己曾因手术不得已使用了禁药，结果在重要会议上被那位女性背叛，之后他将那位女性开除，从此他不再轻易信任身边的人。面对贤俊的坦诚相待，智秀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打算告诉贤俊自己冒充富家千金和他相亲的事。就在这时，贤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原来富家千金见过贤俊的母亲。贤俊偷偷在洗手间试穿秋裤，没想到正好碰到保洁阿姨进来打扫，因为秋裤太小，贤俊用力过猛，结果没站稳，直接撞出了门。保洁阿姨被吓得目瞪口呆，当场对贤俊的祖宗18代亲切地问候了一遍。贤俊急忙解释只是个误会，但愤怒的阿姨根本不听解释，拿着拖把把他赶出了洗手间。结果两人在公司走廊上僵持了很久，这一幕恰好被公司的理事看到。贤俊羞愧地想找个洞钻进去，他尴尬地用垫子挡在前面，还面带微笑地向两人打招呼。这时贤俊的秘书赶到了现场，智秀脱下上衣保护总裁的尊严，然后两人迅速离开了现场。因为中国制造的秋裤质量实在太好了，贤俊费了半天劲也没能脱下袜子，幸好智秀拿来了剪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贤俊之所以偏爱秋裤，其实是为了治疗自己的面部识别障碍，因为医生告诉他只有血压上升才能缓解压迫在大脑上的视觉神经，所以医生给他推荐了医用弹性袜，还有一个测量血压的手表。在智秀没穿红色外套的情况下，贤俊的心跳加速，血压也上升了，他能清楚地看到智秀的脸，因此医生判断真爱是恢复他视力的关键。但贤俊不愿接受自己爱上智秀的事实，他希望通过运动来提高血压，结果骑了800公里，血压还是稳定。看到智秀的辞职报告，贤俊顿感烦躁，他决定通过喝酒来提高血压。而智秀因为冒充富家千金，正在醉酒之中，他也没勇气全盘托出。智秀的突然辞职
也在两人之间造成了隔阂。2瓶酒下肚后，贤俊的血压依然没有变化，无奈的智秀只好骑自行车带他回家。他万万没想到，再过减速带时，他的测量仪显示出了变化，同时他的心跳也开始加速。直到他们到达家门口，贤俊突然拉住了要离开的智秀，他请求智秀留下，不要辞职，还说无论多少薪水都愿意支付。智秀听后感动得差点流泪，他们的事情还未解决。这时富家千金打来电话，原来他希望和贤俊分手，因为富家千金的母亲正计划下周举行他和贤俊的婚礼。尽管智秀以他的身份遇到了总裁，但他已经爱上了贤俊。灰姑娘假扮富家千金和总裁一起蒸桑拿，没想到总裁在帮他扎头发时偷偷记下了他的号码牌。原来贤俊患有面部识别障碍，他无法识别人的面貌，只能通过号码牌来确认女友。灰姑娘以为这会是与总裁的完美邂逅，没想到总裁的主治医生也在这里遇到了智秀。他还发现这个女人正是总裁的小秘书，恰好男人撞见了来洗浴的总裁。医生通过浓密的发际线向贤俊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于是男人还把秘书来蒸桑拿的事告诉了他。贤俊有些困惑，在那边的不就是自己的女友吗？但当贤俊走到对方身边时，智秀非常紧张，他开始在秘书和富家千金的身份之间切换。智秀面对总裁问他凌晨3点来洗浴的原因，他随便指了个男人，说是和男友一起来的。没想到此时贤俊注意到智秀手上的号码牌，他奇怪为什么女友的号码牌会在秘书手上。智秀解释说他在蒸桑拿房碰到了富家千金，还说是特意帮他买饮料过来的。趁贤俊不注意，他迅速跑到了蒸桑拿房，然后他立刻摆出一副优雅而娇贵的姿势，假装享受。贤俊把遇到秘书的事情告诉了智秀，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没想到贤俊突然说有事要和秘书谈，听后智秀立刻焦虑万分，气得他当场差点爆炸。当贤俊走进大厅，他看到智秀说的男友正在睡觉，他对秘书感到非常生气，怎么你们俩来约会却把这里当宾馆？正当贤俊准备教训这个男人时，智秀又切换回了秘书的身份。贤俊要求他明天早点买块鹅卵石来公司。听后智秀气得几乎要爆炸，本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是这么一点小事还要麻烦他。随后两人一起去了电影院。智秀万万没想到，他冒充的富家千金和第二部公司的总裁也来到了电影院，正好4个人碰到了一起。但患有脸盲症的贤俊并不知道他碰到了谁。智秀祈求这位大周不要揭露他的身份，告诉贤俊他希望能和贤俊度过剩下的几个小时。当他再见到在外面等他的贤俊时，已经泪流满面。尽管他对贤俊的爱慕之情犹如珍珠般真诚，即使维持爱情需要无数个谎言，智秀还是觉得非常幸福。他真心希望自己此刻能成为总裁身边的女人，而不是那个任劳任怨的秘书。这晚他将15公分的嘴凑近了，他们开始相互喂水。灰姑娘假扮成富家千金和总裁相亲，看起来他们快要结婚了。没想到总裁遇到了真正的富家千金，听到那女人报出了女友的名字，总裁立刻贬低了她，还反问她为什么要假冒别人。真正的富家千金气得大骂，她发誓要严惩假冒自己的女人。总裁转头给女友打了电话，想告诉智秀有人冒充她。智秀看到自己假冒的富家千金出现，她一时间呆住了。智秀泣不成声，讲述了自己用她的名义和总裁的爱情故事给罗尼听。她说一开始只是为了保住秘书工作，后来出于好奇总裁对其他女性的态度，慢慢的她真正爱上了贤俊，如今已是难以收场的局面。罗尼听后并没有责怪她，反而第2天带她去商场购物，还把智秀打扮成了另一个自己。原来之前她因误入片场与总裁相亲，由于误会，罗尼喜欢上了齐大洲，他让智秀用自己的身份与贤俊交往1个月，这样双方家长都不会干涉，他也可以安心和齐大洲约会。他还说如果智秀不同意，那就等着下个月参加他和贤俊的婚礼。万万没想到，来到商场的贤俊突然遇到了他们。不幸的是，贤俊因为脸盲症，他并不认识对方。原来之前在智秀家，他发现了智秀假扮富家千金的耳环。贤俊没有多想，经鉴定后发现耳环是高仿的，他来商场是为了给智秀换成正品。随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公司，他们背后藏着各自的秘密，直到贤俊把耳环和富家千金的事告诉了齐大洲。因为在贤俊的心里，他总觉得两人非常相似。他提到和秘书智秀在一起时会感到心跳加速，但他仍旧回忆起那晚和富家千金在一起的情景。面对贤俊这种渣男行为，他对富家千金的身份感到好奇，于是开始追问贤俊他究竟是谁。没想到自己的女友和贤俊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这让他非常生气。而贤俊并不知道齐大洲正和罗尼交往，他们也不知道智秀冒充罗尼会让他们疯狂。不久后，齐大洲接到女友罗尼的电话，本来浪漫的烛光晚餐泡汤了。总裁爱上了扮作富家千金的灰姑娘，但他又对秘书产生了情感。面对自己渣男的行为，贤俊告诉医生他同时爱上了2个女人的事情。他的秘书智秀正是那个
冒充富家千金的灰姑娘。也就是说，贤俊一直爱的也是智秀，因为贤俊有脸盲症。智秀站在他对面时，总裁都分辨不出两人。然而在贤俊的认知中，他和的那个女人是富家千金，他认为自己和罗尼才是真爱。于是他决定去找真正的富家千金表达爱意。但罗尼并不喜欢贤俊，他立刻叫智秀装扮成他的样子去公司，自己则扮成了秘书。两人立刻开始表演。没想到罗尼习惯性高傲难以改变，他竟然当着两人的面摆出高姿态，直接喝起了咖啡。原来罗尼一直有自己喜欢的人，之所以让智秀冒充他，是为了应付双方父母，从而可以和心上人约会。他主动给出了2张音乐会门票，希望他们下周能一起去。贤俊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他手捧鲜花期待智秀来赴约，智秀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无法直视自己心爱的男人，正在等待一个名义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泪流满面的他找到了罗尼，经过罗尼多次的心理辅导后，两人开车准备去赴约。这时贤俊焦急地打来电话，看到智秀手足无措，罗尼让智秀接听电话，自己来帮忙解释。贤俊随后给罗尼的现任秘书打电话，这位女士把智秀找罗尼的事告诉了贤俊。他还提到两人在路上遇到了意外，面对2位心爱的女人同时出事，贤俊感到无法接受这一切，他不顾一切地跑向医院。但问题接踵而至，罗尼因为脖子受伤住在神经科病房，智秀因胳膊受伤住在骨科病房。一边是他幻想中的富家千金，另一边是他深爱的秘书智秀。他站在医院路口，不知如何是好。此时贤俊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毫不犹豫地走向智秀所在的病房，但到了那里并没有看到智秀。直到问了医生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智秀。本以为是灰姑娘冒充的富家千金与总裁谈恋爱，没想到这位恋爱中的总裁完全被爱情迷惑，不仅会乐而不淫的跟灰姑娘打电话聊到深夜，还把智秀当成珍宝般呵护。尽管智秀胳膊受伤，贤俊却紧紧握着她的手帮她洗手，沐浴露的光滑触感让智秀感到非常兴奋。他羞涩地让贤俊快点洗，可贤俊撒拉的热血早已冲刺了整个天灵盖，让他决定要按步骤仔细洗净。因此他更加用力地洗，甚至每个指缝都反复擦洗多次。看到智秀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他急忙把手从贤俊手中抽出，说要自己来洗。智秀原以为这是真爱，他以为自己可以借此改变命运，因此他打算把自己冒充富家千金的事告诉贤俊。但他万万没想到，贤俊和他母亲已经到了真正的富家千金家。奇怪的是，那位女士显得非常紧张，明显跟昨天自己为对方洗手时，这个女人简直判若两人。原来贤俊患有面孔识别障碍，即使是真正的富家千金和智秀同时出现在他面前，他也分辨不出他们的面孔。不仅如此，他还异常地递给贤俊一些花生。贤俊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以前他和记忆中的富家千金相亲时，对方曾因为自己不慎吃了花生酱，都会紧张地为他进行急救，因为他对花生过敏。而眼前的罗尼却漠不关心。这时贤俊的电话响了，电话显示的名字是罗尼，真正的罗尼就站在他的面前。那么对方到底是谁呢？原来智秀打算坦白他冒充罗尼和贤俊谈恋爱的事情，眼前的罗尼也在不停向贤俊解释，但此时的贤俊却无动于衷。另一边，智秀在看着写好的坦白话术，他一遍遍记住这些内容，并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直到贤俊来到他们约定的见面地点。他回想起和秘书智秀的所有时光，面对智秀的行为，此时的贤俊感到非常失望。他不愿意相信最亲近的人会欺骗他。回家的贤俊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悲伤，因为他对爱上2个人的问题有了答案，他不再需要在2人之间做出选择。但想到自己被愚弄，贤俊感到非常委屈，像个孩子。所以第2天他决定让智秀离职。霸道的总裁准备带他贫穷的女友去约会，没想到却遇到了女友的家人。小妹立刻就爱上了总裁的豪车，哥哥嘴上让他不要打扰妹妹和妹夫的约会，让2人完全没有想到，哥哥临走时开始说些尖酸刻薄的话。因此贤俊决定在大舅子面前好好表现。结果本来是他和智秀的2人世界，却变成了伺候自己的大舅子。看着智秀的盲人哥哥在海滩上奔跑，贤俊紧紧跟在后面，他非常担心大舅子在海边出事。本以为带大舅子吃完烤肉后，2人可以顺利去约会，贤俊无奈的嘱咐让服务员多加半份牛肉。出于对总裁的感激，男人拿起雷碧准备向妹夫敬酒。智秀坚决阻止贤俊喝酒，他提醒说他们等会还有约会。哥哥义正辞严地告诫贤俊，男人觉得总裁平时只喝高级红酒，普通烧酒肯定看不上眼，但贤俊懂得入乡随俗，他不愿意让大舅哥小看自己，于是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了烧酒。旁边的智秀气得口干舌燥，他马上拿烧酒来给自己降降火。随后他们4人来到海边的小旅馆，贤俊坚决反对让智秀住在这种脏乱的环境。由于酗酒，他们只能挤在最后一间客房里。趁家人睡着，智秀终于和贤俊有了单独的时间。贤俊也毫不羞涩，他敞开自己炽热的胸膛，
害羞的智秀嘴唇都快咬破了，她依偎在总裁怀里，像小鸟依人，感受着贤俊柔软的胸膛。此刻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气息。紧接着，贤俊突然抱住智秀的脸，他的嘴巴凑了上去，两人立刻开始热吻。就在几天前，因冒充富家千金的谎言，贤俊和智秀分手了。智秀作为秘书也被总裁解雇。虽然那晚智秀流了泪，但她并未放弃他们的感情，而是主动找到贤俊，因为知道贤俊患有脸盲症，她希望能在公司选举理事会上帮助总裁。贤俊唯一能认出的人是穿红外套的智秀。幸运的是，在智秀的帮助下，贤俊原谅了他的欺骗。帅气又多金的总裁爱上了贫穷的灰姑娘，但他始终看不清对方的面貌，因为他患有脸盲症。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主治医生。总裁万万没想到，原来是因为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医生反倒询问了他一些生理问题。纯情的总裁马上表现得很正经。他回到办公室后，因为深入的交流，贤俊变得异常兴奋，他看智秀的眼神也变得有些猥琐。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黄色的气息，贤俊几乎要失去控制，没想到他却被热咖啡烫到了嘴。智秀见状急忙递给贤俊新鲜的口气，这股香气让贤俊感到非常兴奋，但他故作正经地推开了智秀，他让这个危险的女人离自己远点。智秀却开始对他进行摸头杀，贤俊的荷尔蒙几乎要战胜他仅剩的理智，于是他立刻提议送智秀回家。贤俊送智秀到家后，喝了2壶免费的开水，但这并没有让他降温。智秀将昨晚剩下的可乐倒给他，却不小心洒到了贤俊的裤裆上。智秀手忙脚乱地要贤俊脱下裤子好帮他吹干，没想到贤俊因此变得更加兴奋。他们开始口干舌燥地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深入交流，贤俊并没有获得启发，但饱食终日的贤俊向智秀送出了象征永恒的钻戒。贤俊对智秀说着甜言蜜语，并表达了求婚的意愿。他给他1天时间考虑，如果戴上戒指就表示同意嫁给他。于是他们约定第2天在高级餐厅见面。智秀准备把婚戒戴在手上，但贤俊正式打扮准备出发时，电梯突然发生故障，他被困在电梯里。过了很久，电梯门终于被消防人员打开。奇怪的是，贤俊的脸盲症似乎有所改变，他清楚地看到了眼前的工作人员。由于电梯里没有信号，焦急的智秀已经到了公司。此时贤俊给他打了电话，他叫智秀在天台等他，因为从见光明的现象，他也不能确定保持多久。在爱情面前，贤俊无所畏惧，即使要爬10几层楼梯，贤俊也要亲眼看一眼爱人的面容。幸运的是，贤俊终于如愿看到了智秀，在他眼里，普通的智秀显得无比耀眼。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奖励智秀，还把自己脸盲症好转的消息告诉了他。接着他把15厘米的嘴凑了上去，立刻开始补充水分。